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胡说八道！你小师叔都死了100多年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您去看看。魂灯重燃，小师弟，你真的还活着吗？总算是走出来了，这鬼地方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了。小子，莫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如今我修为已废，此地距离天玄宗少说也有10万8千里，该怎么回去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先睡上一觉再说吧。师弟真的是你啊！快醒醒，我是您的江师兄！小师叔，你快醒醒！江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，让我找的好苦啊！是我，师兄，你轻点疼啊！小师弟，你的修为呢？小命还在，就是成了废人。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拜见诸位师兄师姐。小师弟，100多年过去了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事说来话长，不好讲。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讲吧。那一日，我们进入了天外天，虽死里逃生，但由于秘术反噬，一身修为尽毁，灵根也断了。小师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等不得不查一查你的身体状况。明白，查吧。难道是我等多虑了？江师兄，我记得150年前，你带着我偷了何师姐精心培育多年的百灵果。陈师兄，你当初背着嫂子藏着的上万块银子，现在输光了吗？孙师兄，上次你和我说东夷宫的仙子们甚是美丽，比起嫂子好看1倍，这事嫂子知道吗？吴师兄，你上次欠我3700块上品灵石，该还了吧？哎，师弟别说了。师兄，我可以确定，这就是小师弟。没错，是，千真万确，肯定是师弟无疑。憋死我了！你堂堂天玄宗小师叔，就住这种地方？知足吧，总比在天外天里面啃石头强。相公，我们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，你说今晚要不要？停！我现在是凡人之躯，你这一身灵压靠过来，我骨头都得碎。你少拿这个借口糊弄我，我控制得住。你控制得住，我控制不住。睡觉。苏明，你欠我的婚事，早晚得还。还，我一定还。等修为恢复了再说吧。灵根断了，丹田碎了，经脉也枯了。现在的我，连普通弟子都不如。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在院子里躺了7天，骨头都快长毛了。我打算去宗门里转转。转什么转？你修为都没了，出去被人看笑话。天玄宗是我师门，这么多师兄给我撑腰，谁敢笑话我？你心可真大。以前御剑飞一圈也就斩插功夫，现在两腿走路倒是有点力不从心。出剑时肩膀端得太高，腕力不够，用蛮劲儿去补。拆开看，每一招都有模有样，连起来打却全是破绽。要是搁在150年前，我早就冲上去一个一个纠正。可现在我连一把剑都拎不稳。那不是小师叔吗？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小师叔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真没想到您还活着。小师叔，我师父说让我有空多照顾您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吩咐。不用，我就出来随便走走。
这位就是传说中天玄宗100年前的第一天骄吧？我还以为多了不起，原来是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凡人。天归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师父常说，小师叔当年是何等的天才，是宗门多少弟子所仰慕之人。不过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。你是莫师兄的二弟子，他大弟子是谁来着？大师兄叫萧寒，3年前已经突破元婴期了，现在正在外历练。挺好。天归尘，你别找事儿，那是小师叔。师叔，一个废人也配？这小崽子找打，现在的小孩子已经这么不懂事了吗？你还笑得出来？那还能怎么办？我这小身板，他一下就能把我捅穿。出去溜达了？要不我让厨房做了几个你以前爱吃的菜。师兄，我说了不用。你要是再说那些废人浪费之类的屁话，我就把东西给你灌进去。当年你偷我灵果的时候，可没见你客气。这些年宗门收了不少好苗子，附近几个小宗门也并过来了，灵脉扩张了3条。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跟你说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吞吞吐吐了？是关于你和洛星婉的婚约。洛星婉这几个字有多少年没听到了？之前就定了婚约，两家是世交，约定等我们都突破元婴期，便择日成婚。还没等到那一天，我就进了天外天。洛明川来信了，不是洛前辈，是凤华宫。说什么？说想商议婚约的事。商议什么？退婚呗。师兄，这事我心里有数。我现在一身修为全废，连个筑基期的弟子都不如。换做是谁，也不会让自家闺女嫁一个废人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婚约是两家长辈定的，又不是星瓦自己的主意。他修炼到现在不容易，别因为我毁了人家前途。他现在修为到什么境界了？元婴后期，挺好。你还喜欢他？跟喜不喜欢没关系。那你刚才发什么呆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进天外天，现在大概已经跟他成亲了吧。100多年了，很多事都不一样了。苏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有妻子的人。那不一样，你跟我那算什么成亲？口说为实，天道为证，哪里不算了？你答应过我的。行，算。李长老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莫宗主太客气了，此番前来是奉公主之命，商议苏明公子与我宫清寒的婚约之事。小师叔，凤华宫来人了，洛星婉也来了。茶烧好了，喝一杯再走。小师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有心思喝茶？小师叔，您真的不去看看？他要是想见我，自己会来；他要是不想见我，我也没必要凑上去。莫宗主，这桩婚约当年是双方长辈所定，如今苏明公子遭逢大难，修为全废，林家二老又早已仙逝，这婚约继续下去，恐怕对双方都不合适。李长老，这件事我想亲自跟苏明说。星婉，长主说了，此事由我全权处理。你，我知道，但婚约毕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总该见一面。也好，周一，去把小师叔请来。是。李长老，苏公子久违了。上次见你还是在天外天出征之前，一晃100余年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都是托大家的福。今日我们前来是要重新商议一下
你与星婉的婚约一事。行，我同意退婚。苏公子深明大义，李某佩服。这是当年两家签订的婚约，只需苏公子在上面抹去灵印，此约便自行作废。李长老，我连灵力都没有了，怎么给你抹？当年刻这道灵印的时候，我意气风发，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定了。这纸我留着回去糊窗户，正好差一块。苏明，按照规矩，这2枚乾元丹作为退婚一方给予的补偿，虽不能恢复修为，但至少能让你的身子骨好上一些。这东西我不需要。苏公子，李长老有所不知，我现在是凡人体质，吃这种丹药搞不好会中毒。不如给我200斤精米和1只老母鸡。我说真的，米要东海郡产的那种力大饱满的，母鸡最好是散养的，炖汤比较香。才没有拿去糊窗户。事情办完了？办完了。痛快吗？痛快。那你凭什么收着那张破纸？那是我留着记账的，他们欠我1只老母鸡没给。苏明，你跟我说实话。实话就是我饿了。你要是敢对不起我，我就算拼着魂飞魄散也要跟你没完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听说了吗？凤华宫来人退婚了，跟苏明小师兄。唉，也难怪，修为全废，灵根尽断，换谁家都不愿意把闺女嫁过来。早该退了吧，一个废人还想攀凤华宫。天归尘，你别太过分。师兄，别冲动。你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，每天晒太阳等死？先让我歇几天。从天外天走出来的那100多年，我连觉都没睡好。苏明，你的灵根虽然断了，但并非不可修复。天外天里有一部功法叫九转混元诀，我教给你，你照着练，可以重塑灵根。你之前怎么不说？你之前每天就想着睡觉，我说了你也不听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九转混元诀只是打基础的功法，能帮你重塑灵根，但过程极其痛苦。普通修士需要3到5年才能完成第1转，而且你的丹田经脉尽毁，就算修成第1转，短期内也只能恢复到炼气期的水平。炼气期？我50年前就已经是元婴期了，现在要我从炼气期重新开始。150年的修行，一夜回到起点，再走一遍，不知道要多少年。行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今晚子时，灵气最浓的时候，我来帮你打通3处堵塞的经脉。不过，过程会有些什么？有些疼。多疼？大概是你在天外天里被银角蚁群撕咬的3倍疼。你要是怕了，可以不修。谁说我怕了？那就好。对了，这只是第1转，9转混元诀一共9转，每一转的痛苦都是上一转的2倍。祝你好运。第1转银角蚁群的3倍，第2转再翻1倍，第3转再翻1倍，768倍。你就自己慢慢想吧。我是不是答应的太快了？师兄，我想从药库里支几味药材。要什么？赤血藤、冰蚕草、紫旋花、实心莲。这几味药材单看不算什么，但组合在一起，是一副打通经脉的药浴方子。小师弟，你这方子……一个朋友给的，药材我让人去取，不过赤血藤的年份越高越好。咱们库里的不知道够不够用，还有实心莲，这东西产自北境宗门，库存不多，最多与你3朵，够用了。师弟，你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恢复修为的法子？那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会露出来的笑容。师兄，东西我先拿走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快到子时了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进去吧。第1处经脉已通，还有2处，再忍一忍。也是不能断，撑住。第2处经脉马上也冲通了，最后1处通了，疼吗？
不疼。骗鬼！我骗你干嘛？而且你本来就是鬼。东海郡的米还有只鸡，行吧，今晚炖鸡汤。右边那根柴抽掉半截。你还会做饭？我活了多少年了，做饭算什么？鲜，确实是散养的老母鸡，好喝不？好喝。谁送的？不知道。猜一猜嘛。没什么好猜的，不管是谁送的鸡和米，又不会因为猜对了就多出来一份。哼，东海郡的米，散养的母鸡，条件开得那么具体，整个异世店的人都听见了，能送的人没几个。关于他的来历和过去，能不提就不提。问多了，要么岔开话题，要么直接装睡。经脉虽然通了，但内壁粗糙，灵界流经时阻力太大，效果微乎其微。小师叔，我师傅让我给您带的。碧云春，你师傅舍得拿这酒出来？师傅说您要是再不喝，他就改送茶叶了。味道是真好，可惜现在是凡人体质，灵酿的药性吸收不了，跟喝普通黄酒差不了太多。小师叔，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讲。天归尘在到处说您的闲话，什么废人攀高枝，什么天骄变废物，措辞难听得很。小师叔，你多大了？弟子今年37。什么修为？筑基后期。天归尘呢？金丹初期。周易，你急什么？他骂我2句，我又不掉肉。倒是你，筑基后期卡了多久了？快2年。筑基冲金丹最关键的是灵台清明，你整天替别人操心，心思全撒了，不卡才怪。回去好好修炼，少管那些有的没的。我虽然修为废了，但好歹还活着，没到需要你替我出头的地步。弟子记住了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别急，先感受灵气的路线，记住它的走向。残魂状态，灵力有限，已经到极限了。今晚先到这里。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。成了。我感觉到了一丝微不足道的真气，安静地盘踞在丹田深处，像一颗种子埋在废墟里的种子。别高兴太早，9转混元诀第1转需要凝聚360缕真气，你现在才1缕，按这个速度，第1转最快也要半年。半年就半年，半个月7缕真气，炼气1层需要36缕，还差29缕。你的悟性确实不差。我要是悟性差，150年前就不叫天骄了。得意什么？你现在连人家宗门里扫地的杂役弟子都打不过。事实如此。左臂经脉有暗伤，之前疏通时没发现，费时费力，但好歹通了。不对，不是周易，周易走路没声。苏明，我师父让我来请你，明天有客人到。什么客人？乘风阁的人。你这是在干嘛？煮药膳养生？师侄，你师父的话带到了就行，别的不用多问。师侄？你叫谁师侄？我是你师父的师弟，你是你师父的弟子，这辈分不用我教你算吧？辈分是辈分，实力是实力。天玄宗不养闲人。我为宗门做的事，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你回去翻翻宗史，天玄宗的护山大阵是谁布的？宗门里1半以上的丹方是谁改良的？就连你腰上挂的那柄令箭的锻造法，最早也是从我的练习笔记里传下来的。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现在我确实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天师侄你也别跟我计较。一个废人能吃多少两饭？偶尔加根鸡腿，天玄宗还不至于养不起。明天辰时议事殿，别迟到。这小崽子，我迟早收拾他。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收拾不了他。哼，我说的是以后。乘风阁，这名字有点耳熟。北京的一个2流门派，100多年前还只是个小门小户，这些年大概发展起来了。他们来天玄宗干嘛？
你去了不就知道了？莫宗主，这件事我们考虑了很久。天鹤山那片灵脉100多年前是我们2家共同开发的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。如今灵脉复苏，品质比当年还高了3成。我们想重新启用，各占一半。150年前所谓合作开发，不过是天玄宗让出2成与乘风阁，换他们帮忙维护。现在张嘴就要一半。王河主，当年的协议我记得很清楚，乘风阁分得2成，而非5成。莫宗主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当年我们实力不济，2成已经感恩戴德，但这些年我们也在发展，跟贵宗的差距已经小了很多。咱们对半分不过分吧？这人脑子有病吧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师弟苏明。原来是苏公子，久仰大名。王阁主，天鹤山灵脉当年的协议，我参与过起草，里面有一条附议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？什么附议？协议第9条，若合作期间任何一方实力发生重大变化，另一方有权按比例不得超过原分成调整5成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们实力翻了10倍，最多也只能从2成涨到3成。苏公子记性不错，但那份协议是150年前签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规矩是死的没错，但白纸黑字的东西，撕毁之前，总得掂量掂量后果。苏公子说的有道理，是我莽撞了。不过嘛，这件事儿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改日再议。这种小门派也敢来我们天玄宗撒野？没那么简单。乘风阁这些年扩张的厉害，背后有人撑腰。小师弟，你怎么看？乘风阁自己没胆子来找天玄宗的麻烦，他们今天来是替别人探路。王父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他身后那个人，那个人气息不纯，金丹中期的修为，骨子里掺着一股阴寒之气，不是乘风阁的路数。阴寒之气，北境用这种功法的只有幽冥谷。幽冥谷想用乘风阁当刀，试试我们的态度。反正出面的是乘风阁，丢脸也丢不到幽冥谷头上。师弟看事还是这么透。这种手段150年前就有人玩过，换汤不换药。天鹤山灵脉不能让，让一步后面还有10步在等着你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莫师兄，你那个2徒弟刚才在殿上说，小门派也敢来撒野，不管乘风阁背后站着谁，明面上他们是来谈合作的。咱们要是摆出一副看不起人的姿态，传到其他宗门耳朵里，会说天玄宗仗势欺人。你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最后那句话明着是替宗门着想，实际是在莫离面前拆天归尘的台。你这人嘴上说不计较，背地里一个都不放过。我这叫教育晚辈。是。九转混元诀虽然霸道，终归是重塑根基的引路子。我需要些平和的导引术，把真气理顺。小师叔，150年前老夫还在外门挑水，那时候您可是风云人物啊。现在我就是个来翻书的闲人，哪一层我能进？宗主交代过，阁内9层您随意。不过您现在这身子骨，爬个3、5层，估计就到头了。高处的灵压，凡人扛不住。多谢提醒，这些东西，当年在我眼里跟废纸没什么区别。可现在我需要从这些最基础的功法里，拆解出最原始的灵气运行逻辑。大道至简，这条路得从头走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小师叔吗？这小子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小师叔，放着后山的轻浮不想，跑来这钻研炼气期的入门功法。这书我8岁就不看了。天师直剑练得怎么样了？金丹已成，假以时日便能追上大师兄的脚步。金丹成不成，看的是命；剑练得好不好，看的是手。你虎口有茧，食指指节外凸，这是发力过猛的征兆。天罡剑经讲究刚中带柔，气贯长虹。你一味追求刚猛，出剑时腋下空门大开，换个同境界的对手，3招之内必能挑断你的手筋。你现在平复心气，试着把灵力往右手少阳经引。
看看第3个穴位是不是像被针扎一样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书的第1页就写了，你心思太杂，这剑能练好才怪。你就仅仅只靠看这些书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总之多看书，多练功，多学习。刚才在藏经阁挺威风啊，小师叔。你都看见了？只要我想看这宗门里的动静，瞒不过我。那小崽子虽然讨厌，但天赋还凑合。他真要能练好，那是天玄宗的福气。至于欺负我，他还没那个本事。哼，你就吹吧。今晚继续修炼，你那经脉里积攒了不少药力，得赶紧化开才行。今晚加练。我总觉得乘风阁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，天鹤山那块地估计很快就会出事。哼，3天了，该来的差不多该来了。出事了！乘风阁那帮孙子把天鹤山的巡逻弟子给扣了。扣了几个？6个，都是筑基期的外门弟子。那老狐狸放话说天鹤山灵脉异动，怕灵气外泄伤人，封锁了入山口。咱们的人去理论，直接被阵法困住了。这哪是封锁，这是明抢！莫师兄怎么说？宗主正召集长老议事，天归尘那小子叫逍遥带人杀过去，被宗主压下了。牵扯幽冥谷，不能乱动。师弟，你上次说乘风阁是探路的，宗主想让你过去看看。莫师兄还真看得起我。不是让你去，宗主派了天归尘带队。顾问，你跟着当个顾问，看看对方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一石二鸟啊！莫离利用我的经验，顺便把不稳定因素支出去，万一出事，责任也算不到宗门头上，好算计。行，我去。小师叔，此去天鹤山路途遥远，您这身子骨要是受不了灵州的颠簸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开船吧，别废话。他们嫌弃你是个累赘，你确定要跟着去凑热闹？我马上突破炼气1层。天鹤山灵脉复苏，灵气浓度比宗门后山高得多，正好借光。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拿命去蹭灵气，天下也就你干得出来。乘风阁王父，出来说话。稀客呀！少废话，把我宗弟子放了。放人好说，但天鹤山现在确实危险啊，灵脉爆响。我们乘风阁也是为贵宗弟子的安全着想嘛。只要莫宗主答应签那份新协议，这屏障自然就撤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屏障能挡住我几剑。别高兴太早，还没结束呢。金丹初期修为在老夫面前还不够看。回来！你懂什么？撤了就彻底没戏了。我说回来。王阁主，这阵法布的不错，不过你可能忘了，这一带的地基是软花岩，承载力不够。你那左侧第3根锁灵桩现在应该已经下沉了3寸，看到那根桩子没？往它底座上方3寸的位置，用你最快的速度出一剑，不用多强，只要准。破！你给我动手，把他们拦下！这个废人才是最大的敌人，必须先除掉！小师叔，小心！怎么可能？你体内分明没有半点灵力变动。借力打力而已。这幽冥谷的功法练不到家，破绽太多。还愣着干嘛？进去救人！所有人跟我冲！走，那个姓苏的邪门的很，咱们先撤。怎么样，还撑得住吗？天师兄，我们没事。小师叔，刚才多谢了。救的是宗门弟子，谢我干什么？灵脉还没稳住，你带人去主峰，把那些锁灵桩全部拔了，动作快点，晚了灵根就断了。炼气1层成了，150年了，我终于再次跨出修行的门槛。小师叔，锁灵桩全拔了，灵脉已经趋于平稳，
您突破了！侥幸，回宗门吧。这天鹤山以后估计热闹了。这不是顾清寒的香味，顾清寒的香味带着3分妖娆，而这股香味冷冽如霜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哟，旧情复燃了。这雪莲根可是好东西，用了不少名贵药材，正适合你这种刚突破的小弱虫。东西不错，可惜太迟了。师弟，大事！什么事儿？大清早的。凤华宫传出消息，洛星婉要闭死关，冲击化神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在闭关之前，他向北印所有宗门发出了一道乾隆榜挑战帖。他挑战谁？他指名道姓要挑战幽冥谷的少主，也就是那个传闻中即将突破化神期的天才明渊。幽冥谷谷主的独子，修的是幽冥血路，30岁不到，半步化神。北境年轻一辈里，他是头1号。洛星婉发了帖子，摆明了是替咱们天玄宗出头。这事儿闹的，宗主昨晚愁得掉了一大把头发。他这么做，凤华宫那帮老家伙能答应？哪能答应？听说李长老气得把议事厅的桌子都拍碎了。但洛星婉性子倔，谁劝都没用。帖子已经挂在北境通天阁的悬赏榜上了。10天后，落雁封顶，生死斗。师弟，你发什么愣？我就是在想，他要是输了，凤华宫得赔多少抚恤金？你这人嘴里就吐不出一句好话，人家姑娘好歹是为你出头。担心有用，10天时间我连炼气2层都破不了，难不成跑去落雁峰替他挨刀？哎，怎么心疼了？人家可是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。你要是现在跑过去抱住他痛哭流涕，说不定还能再续前缘。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。哦，那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还债。还债？退婚的债，他心里过意不去，觉得亏欠了我。天鹤山的事正好是个借口，他把明渊揍一顿，或者被明渊揍一顿，这笔债就算2清了。你倒是看得通彻。既然旧情断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正事了？天外天里，你可是对天发过誓的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。这都出来多久了？你是不是该履行一下做丈夫的义务？夫人，我才炼气1层，你要是现在要，我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谁说我那样了？双修是双修，9转混元诀配合我的本命功法，速度能快10倍。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互惠互济？不懂，我只知道拔苗助长，没好果子吃。今晚继续泡药浴，准备冲击炼气2层。苏明，你就是块石头，好好努力吧。炼气2层，修为恢复得慢，但每一缕真气都无比凝实。别人的真气是棉絮，我的是钢丝。小师叔，吃饭了。今天怎么是你送饭？后厨忙不过来，宗门里来了不少客人。客人？都是北境各大宗门的人。洛星丸挑战明渊的事儿传开了，落雁峰就在咱们天玄宗往北300里。那些人打着观战的旗号，提前跑来落脚。来者不善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幽冥谷的长老今天早上也到了，带了10几个弟子，说是来拜访萧宗主。现在全在议事殿坐着，气氛僵得很。明渊来了没？没看见，带队的是幽冥谷2长老幽魂老鬼。那老头看人的眼神十分阴险。天归尘师兄，刚才殿外多看他一眼，被他身上的阴气震得吐了血。天归尘吐血了？宗主为了丹药，现在抬回后山养伤去了。幽冥谷这是来下马威的，天鹤山的事肯定与幽冥谷有关。啊，去哪儿？议事殿。莫宗主，天鹤山的事，贵宗做得太绝了，打伤乘风阁的人就算了，连老夫留下的那几根定脉桩也给拔了，这笔账总得算算。幽魂长老，天鹤山乃天玄宗与乘风阁共管之地，阁下私自布阵，抽取地脉本源，坏了规矩在先。怎么，做贼的跑来找使主索赔了？规矩？
修仙界谁的拳头大，谁是规矩。天玄宗100年前风光无限，可现在嘛，连个像样的后背都拿不出。刚才那个金丹期的家伙，连老夫一道外放的护体罡气都接不住，就这点实力，也配称宗主亲传？老匹夫，欺人太甚！哟，挺热闹。聊什么呢？加我一个。师兄，天归尘今天这么不经打，被这老鬼的幽冥鬼气暗算，伤了心脉。你就是那个苏明，100年前的所谓天骄，如今的废物。你刚才说修仙界谁拳头硬谁就是规矩，这话我同意。不过你这拳头也不怎么硬，幽冥血路练到第6层卡住了吧？每逢初1、15，是不是疼得像有万条虫子在咬？胡言乱语！是不是胡言乱语你自己清楚。说句难听的，你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活不过3年。你这是自找的，找死！你在我天玄宗动我师弟，真当莫某是杂役吗？天玄宗果然藏龙卧虎，今日老夫认栽。不过10日后的落雁峰，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哼，明渊少主可不会像老夫这般好说话。小师弟，你刚才说幽魂活不过3年，是真的？幽冥血路本就是残卷，强行修炼必遭反噬。明渊既然是幽冥谷少主，练的肯定也是这门功法。若星晚战胜他，胜算几乎没有。10天转眼就到，人真多，能不多吗？一边是凤华宫100年难遇的冰山美人，一边是幽冥谷凶名赫赫的天才少主。这门票要是收钱，通天阁能赚翻。苏明，这小子杀过的人比他吃过的饭都多，已经快把自己练成邪祟。下盘虚浮，脚跟不实，灵力运转过快，肉身跟不上境界，典型的拔苗助长。洛仙子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了天玄宗那帮废物跑来送死，值得吗？废话少说。好。尽兴。落雪剑绝火候不错，太慢了。洛仙子撑不过30招，太勉强了。这丫头怎么这么死心症？打不过就认输啊，非要拼命啊！倔得跟头驴一样，150年了，这性子一点没变。来呀！血海尸山，认输吧，做我的侍妾，本罩主饶你一命。凤华宫的天骄不过如此。本少主最后问你一次，服不服？做梦。那你就去死吧！神用半截果核击退半步化神，谁在暗算本少主？滚出来！
你来干什么？走。路过看个热闹，顺便看看凤华宫的笑话。刚才那暗器手法有点意思，哪儿学来的下三滥招式？下三滥，打你这种半路出家的野路子，过河都嫌多余。这小子疯了，真当自己还是当年的化神期剑修啊！小师叔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找死！省着点用，老娘的存货不多了。幽冥血路第7层讲究气血归一，你急于求成，强行冲关，导致血气逆流。每次运转功法，潭中穴往下3寸的位置，是不是疼得要命？这个废人一眼就看穿了我的隐疾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玄宗，苏明。啊！装神弄鬼看出破绽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这点小聪明救不了他，也救不了你。苏明，那个150年前一剑挑翻北境7大宗门年轻一代的，不是说死在天外天了吗？活着回来了，修为全废了。还能站起来吗？死不了。死不了就看好了，落雪剑诀不是你那样用的，冰雪之气不在于刚，在于绵长。小青，借我点真气。好。30缕真气够了。不行，再拖半刻钟，少主半步化神的根基就全毁了。如此而斩！老匹夫，当老子死了吗？江哥，你想挑起两宗大战吗？放狗屁！生死斗是你们少主自己答应的，打不过就长辈下场。幽冥谷的脸皮比城墙还厚。来呀，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天玄宗办事，闲杂人等退避！真打起来，今天占不到便宜，给他们逼急了，真的敢自爆金丹。唉，好，很好。这笔账幽冥谷记下了，姓苏的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北境的天很快就要变了。慢着，你还想怎样？打输了拍拍屁股就走。这落雁峰的地皮被你们少主砸坏了，不得赔点修缮费？我看那辆车就不错，留下吧。你做梦！师兄，把他们少主的储物袋卸下，按照规矩，生死斗输的一方，身家性命都是赢家的。我们走。仙婉，你伤势未愈，别谢我，我说了，路过看热闹。你今天能活下来，是你命大。下次再发这种疯，记得挑个风水好的地方，方便收尸。苏明，我天鹤山的事，天玄宗自己能解决，用不着你替我们出头。退婚书我签了，你我两清，以后别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蠢事。走了，回宗。2000下品灵石，外加一堆固本林的草药。江河那家伙办事倒是麻利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回的药浴能加点好料了。那骨髓给我留点，对恢复神魂有好处。今天你借的那一滴魂液，谢了。算你有良心。不过你今天在落雁峰那番作态，倒是把那小丫头伤得够深。人家好歹是为了你拼命，你就不能说句软话？这么爱面子，软话救不了命。他性子太傲，总觉得亏欠我，想用这种方式还债。我要是给他好脸色，他下次能直接杀上幽冥谷，把话说绝，断了他的念想。哼，对他好，对我也好。你这人啊，看着薄情，骨子里却比谁都算计得清楚。开始吧。
忍着点儿，你底子太虚。前2次药浴只是疏通，这次才是真正的重塑。九转混元诀第1转，要的就是这股破而后立的狠劲儿。比起那时候，这算什么？死要面子！突破了！哇，炼气3层，非礼勿视。虽然离巅峰还差得远，但至少遇到筑基期的修士，打不过也能跑得掉。小师叔，宗主请您去一趟议事殿。大清早的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乘风阁的王父来了，还带了个人，说是来给天玄宗赔罪的。赔罪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走去看看。莫宗主，您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置？苏公子早啊！王阁主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莫宗主，天鹤山的事儿全怪这个狗东西，我们乘风阁也是被他蒙蔽了。他打着帮我们维护灵脉的旗号，暗地里布下锁灵桩，企图破坏2宗的合作。我一查清真相，立刻把他绑了送来，任凭天玄宗发落。王阁鲁既然是来赔罪的，光送个人头可不够诚意啊！天鹤山灵脉受损，未来3年的产出至少减半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苏大人说的是，我们乘风阁愿意拿出3万下品灵石作为补偿。5万。另外，天鹤山以后的开采权，天玄宗占70%。70%，这比150年前的协议还要苛刻。可幽冥谷自顾不暇，没人给我撑腰了。好，就依苏公子所言。小师弟，你这敲竹杠的本事，比当年练剑还要利索。宗门要养活这么多人，不精打细算怎么行？莫师兄，乘风阁虽然服软了，但幽冥谷不会善罢甘休。命渊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等他养好伤，肯定会卷土重来。咱们得早做准备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传令下去，开启护宗大阵的第2层封印。另外，后山的灵池下个月开启，我打算让你进去泡几天。后山灵池100年才开启1次，里面的灵液对重塑根基有奇效。多谢师兄。重走修仙路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小师叔，我想跟你学剑。你师父是莫离，当代宗主，剑道元婴巅峰，不找他，找我一个炼气3层。师父的剑太高，我够不着。青莲酿，挺舍得。我爹藏在柜子底下的，偷的。学剑可以，但有3个规矩：第1，我说的话不许顶嘴；第2，练剑的时候不许问为什么；第3，以后这酒每月2坛不能断。果然第3条才是重点。行，从今天起，你练剑不用灵剑，用这个。天罡剑经入门第1句写的什么？万剑归宗，以气御剑。错，是剑指，手之延伸。你连手都没练明白，整天琢磨怎么用灵力催动飞剑，本末倒置。来，踢我！发力点在肩膀，传导到手腕的时候断了。你这里有旧伤，天鹤山那次被阴气反噬留下的。每次出剑，你不自觉地用手腕去补肩膀的力道，久而久之，整个右臂的发力体系全乱了，右肩的不适一直都在。我竟然从没想过问题出在这里。先把竹竿举过头顶，站桩。站多久？到我说停为止。小师叔，还不能放？说了，不许问为什么。放下来。站桩到极限的时候，肌肉会自动寻找最省力的发力路径。你最后那一炷香，右肩已经不再借力了，整条手臂回归了最原始的支撑结构。记住这种感觉，以后出剑就按这个路子走。多谢小师叔指点。别急着谢，把水挑满再走。我一个废人，打水太费劲了。收个徒弟还附带免费苦力，你这买卖做得精。不是徒弟，是师侄，差着辈分。话说，你什么时候去后山灵池看看？
灵池下月才开吧？我总觉得那地方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？昨晚我散出一丝神识，探了探后山的方向，灵气分布不均匀。按说百年未开的灵池，灵气应该是往外溢的，可我感应到的反而像是往里收。灵气往里收，要么灵池本身出了问题，要么有什么东西在池底不断稀释灵液。我去看看。堂堂天玄宗小师叔，爬个山跟老头子似的。闭嘴！这苔藓死了至少3个月，灵气被抽走了，不是天然衰竭，是被什么东西硬抽的。你看那棵松树的根部，引灵纹，有人在后山的地底铺了引灵阵，这不是在聚灵，是在偷灵。有人在偷天玄宗灵池里的灵液，而且从苔藓枯死的时间看，这条引灵纹已经运作了至少3个月。打草惊蛇的事不能干，引灵纹铺了3个月，布阵的人肯定经常来维护。我先回去通知莫师兄，你暗中盯着。你怎么确定不是外人？后山是天玄宗的禁地，寻常修士根本进不来。能在这里布阵的，要么修为极高，可以无视禁止，要么就是有权限出入后山的自己人。小师叔又来翻书吗？老前辈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后山的灵池平时谁在看管？灵池归宗主直管，但日常巡查嘛，是天海、天阳老负责。天海，天归尘的爹，天玄宗3大长老之一，金丹巅峰。天长老平时去后山勤快吗？挺勤快的，大概2、3个月前开始吧。他每隔5天就往后山跑一趟，说是检查灵池的状况，为下月开池做准备。宗主还夸他办事尽心呢。2、3个月，每隔5天，与引灵纹的时间和维护周期完全吻合。天归尘那小子刚给你鞠完躬，你转头就要查他爹，你说你这人……查是查，定不定是另一回事。现在只是时间对得上，不能说明什么。你确定是引灵纹？确定。纹路走向从灵池向外辐射，覆盖范围至少方圆30丈。以这个规模，每天流失的灵液不会少。天海这个名字，你是从守阁老头那儿听来的？但我没有说他有嫌疑。你不用说，我也会往那边想。天海管了灵池15年，从来没出过岔子。这3个月，他忽然频繁去后山，理由是提前检查。理由说得通，所以不能急。万一是外人利用他的巡查规律，趁空当下手呢？贸然动作，抓不到真正的黑手，反而打散了人心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引灵纹需要定期灌注灵力维持运转，否则纹路会断裂。我估计维护周期在5天左右。天海下次去后山的日子，让我跟着，远远盯着就行。你身边得带个人，你现在的修为不用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，何况我身边有人。后山禁地的通行令，下月灵池开启，不管这事查到什么结果，你都进去泡。我怕再拖下去，灵液被偷光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灵池的灵气在流失？你那位莫师兄心思深得很。他是宗主，心思不深，这把椅子坐不稳。灵池流失的事儿，他早就知道吧？多半有察觉，但一直拿不准是谁干的。刚好我撞上了，正好替他当这把刀。你不介意？帮他也是帮自己。灵池要是废了，下月我拿什么重塑根基？行吧，为了你的灵奈剧大业，老娘陪你蹲点。洒了，加一炷香。城主，第7滴，加7炷香。2个时辰了，还站得住？站得住，有韧劲。今天我们来练习左手剑。左手？我又不是左撇子。
剑修只练一只手，等于把一半的战力扔了。你以后遇上的对手，不会每个都让你舒舒服服的用右手出剑，万一右手废了呢？教我。几十年没人碰过了。顾清寒，你来看看，这条引灵纹的走向跟灵脉主脉的方向是交叉的。布阵的人不是在偷灵石表面的灵液，是在往灵脉深处扎根。你是说，他要偷的不是灵液，是灵脉本身。灵脉要是被截断了，天玄宗祖这块地皮就彻底废了，千年基业毁于一旦。操之过急了。引灵纹才铺了3个月，要截断灵脉至少需要1年以上。布阵的人应该是在做长期准备，所以还有机会。明天天海该去后山了，不能走正路。来了。不符正常，没有刻意加速，也没有故意减速，颜色更深了。确认了，有人给他灌注过新的灵力，5天一个周期，时间完全吻合。我不追人，我追纹路。等一下，灵池在北，主殿在南，东面是什么？东面是一片废弃的丹房遗址，100年前因一场走火事故，整片区域被封禁。苏师叔，你来后山做什么？天王老好身手，我一个炼气3重，走路动静大的跟牛一样，你居然现在才发现我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下月灵池开启，莫师兄让我提前来熟悉地形。我修为低嘛，走不快。你走正路，我走野路，没想到撞上了。小师叔恕罪，后山是禁地，例行盘查。理解。天王老也是来巡查灵池的，每隔几日来一趟，查看灵液水位。辛苦了，那我先回去了，路太难走，怕天黑了摔跟头。吓死你大爷了！你好歹炼气3层，连个金丹修士靠近都没察觉。他故意收了气息，而且他不是从灵池方向过来的，是从东面那片丹房废墟绕回来的。引灵纹的终点就在那边，他从那边过来，说明他刚维护完阵法。那他为什么不杀你？因为他还不确定我知道多少，杀了我，莫离肯定会彻查，他不想节外生枝。引灵纹的终点不在宗外，是东面那片废弃丹房。天海今天从那个方向绕过来的。丹房废墟，当年走火事故之后，我师风亲自下令封的。那师傅有没有说过那场走火事故的真正原因？他说是弟子炼丹时操作失误，但具体是谁，他没提过。莫师兄，我需要进那片废墟看看。不行，那里面残留的丹毒很重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进去出不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直接把天海抓起来？我先调他的职，以后灵池巡查换人来做。引灵纹的事，找几个信得过的长老去处理。治标不治本，你把他调开，他会知道自己暴露了，到时候他把引灵纹毁掉，就死无对证了。给我3天，3天之内，我查清楚那片丹房废墟里到底藏了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别打草惊蛇。你打算怎么进去？你不用管。顾清寒，你在天外天的时候，功法是什么属性的？阴属性，怎么了？那片丹房废墟里有残留的丹毒，丹毒属火，你的阴属性功法刚好能压制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你给我打个底。我的灵力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够了，3天之内，我要知道100年前那场火到底烧了什么。这阵法是师傅那一代人布的，用的是2野金火阵的变体，手法老派，但胜在扎实。正面硬破不现实，得找节点。左侧第7块石头，阵纹有一处断裂，从那里进去不会触发警报。
这单独比想的浓，别乱跑。这所最近3个月内换我，跟尹灵文的铺设时间吻合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是当今通行的灵文，是上古古文。苏明，退后。界碑，这是一块界碑，连接2个空间的锚点。连接哪2个空间？一头在这里，另一头天外天。怪不得150年前师父选天玄宗做出发点，怪不得那次探索来的那么突然。这块界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。有人在用灵池的灵液喂养这块界碑，封印正在被缓慢消解。按现在的速度，最多半年，封印彻底失效。到时候天外天的通道就会重新打开。顾清寒，你来翻译这句。献祭27魂，开天外天之门。27，跟我一起进去的师兄弟，整27人全死了。那不是什么探索，是献祭。有人把我们27个人送进去，就是为了开这道门。